蓝湛皱起了眉头，不可。他站了起来，来到沙发面前去拉魏无羡，你睡床。哎呀，蓝湛，咱们不能睡一起。心有思念的魏无羡觉得自己十分心虚，你一个 Alpha， 我是 Omega， 我们睡一起不好。蓝湛虽然才孩童心智，但这点常识还是有的。可他固执地拉着魏无羡的手腕说：“那我睡沙发。”那怎么可以？你还有伤，这沙发这么硬，对你脑袋上的伤会不好的。魏无羡拉着人就往床边走，乖，听话。蓝湛站在原地没动，他力气大，魏无羡一下子竟没有拉得动。魏无羡转头看着目光澄澈坚定的成熟男孩，非常无语。蓝湛又道：“你刚刚也不舒服，不可睡这里。”没事的，我打了抑制剂，已经好了。可蓝湛依旧沉默的抗议。蓝湛，我刚刚那是发情期到了，发情期你懂吧？魏无羡见哄不好，迫不得已祭出大杀器，我们孤卫寡欧睡在一张床上，小心我把你吃掉哦。蓝湛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，他既已经6岁了，对于 Alpha 和 Omega 的一些相处常识他已经大约知道一些，可对于具体如何还是模模糊糊并不清楚，以为最多就像刚刚那样抱一抱。于是蓝湛依旧执拗地拉着魏无羡的手腕，指了指床，一起。魏无羡捂了捂额头，不可以不可以，半个小时后。魏无羡紧张地躺在床上，小声说：“蓝湛，我睡姿可能有点不太好，你别在意。万一我踢你什么的，你一定要把我叫醒啊，把我踢到床底下都好。”蓝湛自己也有些紧张，他抓紧了被子，轻轻了一声。空气中还残留了一丝沐浴露的花香与甜腻的信息素气息。蓝湛闭上眼，脑海中全是魏无羡脸蛋潮红、呼吸急促的模样，还有他抱着自己时自己心跳加速、身心舒畅的陌生感觉。蓝湛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稍稍拉开被子让自己透一口气。一想到这个人就睡在自己身边，又有些害羞地把被子拉上盖住自己的半张脸，双手放在腹部，睡姿端正的强迫自己入睡。但由于蓝湛头部还有伤，又折腾了一天，终于安定下来。魏无羡给他因为失忆而不安的心提供了不少安全感，他枕边还放着那只小黄鸭。蓝湛终于慢慢的沉入了梦乡，而魏无羡可就更加难熬了。怎么办？我跟一个 Alpha 刚见面就同居，现在还同床，而且刚刚我发情期，还跟他抱在一起，我好像还有点喜欢他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魏无羡小心翼翼地翻来覆去，用全身的劲控制自己的动作，生怕吵醒了旁边的人。几个来回下来，明明就几个翻身，居然把自己给整累了。也许是发情期刚过的缘故，魏无羡感觉自己呼吸间还有身旁 Alpha 浅淡的檀香信息素的气息，赶紧背对着蓝湛开始玩手机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他将手机亮度调暗，又戴上耳机，想选一首舒缓的歌曲，好让自己快点入睡。哎，我这个夜猫子还是难得这么早睡觉呢。不过蓝湛现在记忆才6岁，既然是小朋友，那自然不可以和我一样熬夜的。还好我现在接的工作都不是很着急。魏无羡絮絮叨叨地想着，不知道怎么点开一个催眠歌单，里面传出了俺妈那巴咪欧的声音。魏无羡，行吧，佛经果然最催眠了，希望他今夜睡相能好些。不过这种事情总是天不遂人愿的。夜半时分，蓝湛突然感觉自己被一颗热乎乎的小暖包给裹住了，吧唧吧唧的咂嘴声还回荡在耳畔，温热的呼吸一阵一阵的喷洒在自己耳畔，惹得蓝湛耳根烫得不得了。蓝湛一向不爱与他人触碰，要不是魏无羡算是他此刻唯一可以依赖的人，他早就躲得远远的。况且也是自己提出要和魏无羡一张床的，现在这样也怪不了对方。只是他被魏无羡这么突然一抱，眼中还是立刻升腾起了水汽。他艰难地拉了拉环住自己的手臂，低声叫人：“魏婴，你醒醒。”可是对方好似睡得很死，非但没有松开，反而变本加厉地伸出一条大长腿横在了蓝湛的腰际。魏无羡只觉得怀里的檀香味那么好闻，虽然打了抑制剂，但心灵上的诉求依旧没有完全解除，胸口有一团火一阵一阵地燃烧着。以前没有觉得如何，可现在身边有一个成熟的 Alpha， 信息素又是自己喜欢的，接近他就好像能解了自己的心火一般。魏无羡哪里肯松手，他脑袋在蓝湛的肩窝拱了拱，撒娇地哼了2声。魏婴，你不可以这样，
蓝湛总算知道魏无羡口中的睡相差是什么意思了。他自从懂事后就一直一个人睡，就算是更小的时候也只有母亲抱过他而已。他从来不知道，除了亲人以外，还有谁的怀抱可以这么温暖。蓝湛莫名觉得现在的魏无羡很需要他，就想之前他难受的时候抱着自己，就能令他舒服一些。于是蓝湛怔也睁不开，魏无羡身上若有似无的甜香也令他觉得很舒服，于是竟鬼使神差地任由对方抱住了自己。月光透过窗映入小小的屋内，蓝湛一低头便看见了魏无羡脖颈后那一块散发出甜香的腺体处，他脑中一片混沌，竟伸出手缓缓地朝着那一小块软肉而去。指尖与腺体的肌肤蜻蜓点水地触了一下，魏无羡猛然睁开了眼。蓝湛一见人睁眼了，心慌意乱之下下意识一推，砰！哎呦，蓝湛你干嘛推我？魏无羡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，欲哭无泪地揉着自己的屁股。蓝湛坐起身来，手足无措地想过去把人拉上床，见魏无羡好像真的很痛，心中愧疚不已，走下床来蹲在了魏无羡身边。魏婴你没事吧？蓝湛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低着头攥着自己的衣角，像个认错的孩子，声音低低的，对不起。没，我没事，你别道歉。肯定是我睡相不好缠着你了，是我的错。魏无羡看着清冷月光下一个帅到逆天的 Alpha 委屈认错的样子，心都酥了一半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放在对方面前。虽然魏无羡隐约知道刚刚的触感是对方触碰了自己的腺体， Omega 的腺体是除了自己 Alpha 以外谁都不能碰的禁忌，但他也有感觉是自己先抱上人家的。蓝湛他现在失忆了，估计也不知道腺体在哪儿，只是个意外而已。可蓝湛还是觉得自己做错了，他抱歉地看着魏无羡，轻声又说了一遍对不起。魏无羡看着高大英俊的 Alpha 蹲在那里自省的模样，突然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居然升起一股浓浓的母爱，心疼得不得了，顾不上自己屁股的剧痛，探身搂了下他的肩膀。蓝湛轻轻动了动，没有推开他。好了蓝湛，我没怪你。魏无羡笑着又靠他近了一些，要不然你再叫我一声羡哥哥。羡哥哥。愧疚之下的蓝湛果然又艰难地叫了一声。魏无羡感觉自己又被击中了，他捂着自己的胸口，觉得自己心脏再这么加速下去非得心律不齐不可。我干嘛又提这个要求？我不是在自己找虐吗？什么？蓝湛没听清他说的话，疑惑地问。魏无羡摇摇头，继续揉自己的臀部。陡然从床上落到地板上的滋味实在一言难尽，魏无羡皱着眉爬起来，想坐到柔软的床上缓一缓，谁知腿一麻，身子就向地上歪去，被蹲着的蓝湛接了个正着，抱个满怀。